欢迎收听华瑞投音观点。当全球投资人还在争论谷歌是否会被微软支持的 OpenAI 彻底颠覆时，这家科技帝国已用一场全面向代理型人工智慧，也就是 Agentic AI 转型的战略部署，交出了震撼答案。在最近密集举办的谷歌年度开发者大会、行销现场大会、YouTube 品牌传播大会及安卓系统秀中，谷歌全面展示了如何利用 Gemini 3.5的底层技术，将原本被动的搜寻升级为能主动执行任务、具备多轮推理的智慧代理。这对关注科技巨头与半导体供应链的投资人来说，无疑是未来不可忽视的超级趋势。对此，国际顶级投行高盛最新发布了重量级报告，给予母公司 Alphabet 强烈的买进平等，并将12个月目标价坚定锁定在每股450美元。这意味着相较于当前约 388.9 亿美元的股价，依然具备高达 15.7% 的潜在上涨空间。高盛在报告中更做出大胆的财务预估，指出到2028年，谷歌总营收将会高歌猛进，一举突破6234亿美元大关。报告强调，尽管市场担忧其高额的资本支出，但谷歌正通过全生态的人工智慧变现，展现出其估值相被其美股同行而言极具性价比的吸引力。在市场最关心的资本开支回报率上，高盛在报告中指出，谷歌在人工智慧硬体上的巨大投入，非但不会拖累利润，反而正为其创造巨大的成本优势。这背后的关键在于谷歌长期在客制化晶片张量处理单元上的积累与整合。相较于其他高度依赖外部昂贵图形处理器的科技巨头，谷歌自主研发并广泛部署在其数据中心内部的张量处理单元，极大地降低了其运行大模型与智慧代理的算力成本。这种晶片级硬体优势与 Gemini 软件协同，使谷歌在加速创新的同时，依然能维持优秀的营运利润率。当搜寻引擎全面跨入智慧代理时代，原有的网际网络搜寻经济将迎来根本性的转变。高盛指出，在谷歌近期展示的 Gemini 3.5晶片与算法支持下，搜寻正转变为能够帮用户解决实体问题的数位代理。在过去，用户需要手动点击不同的网站去拼凑对比资讯，而现在智慧代理能在底层自动化完成多步骤任务。不论是规划行程、商品对比还是直接预订机票，用户只需下达一次指令，谷歌的智慧代理就能在底层自动化完成所有的决策与执行步骤。高盛认为，搜寻向代理型人工智慧的跃迁，不仅不会摧毁传统的搜寻广告，反而会将变现效率推向全新高度。过去的搜寻广告依赖关键字点击率，而当智慧代理能代替用户直接进行决策并执行交易时，搜寻广告将从被动流量分发升级为具备更高盈利能力的交易提成与高意向客户生成模式。华瑞认为，通过将广告与智慧代理的决策路径进行高相关性融合，谷歌实质上正将自己打造为全球最大的商业交易入口，这将赋予其无与伦比的定价权与每千次展示成本的溢价空间。除了核心的搜寻板块外，谷歌云端也正在成为承接人工智慧变现的第一级火箭。高盛指出，生成式人工智慧的工作负载与模型部署正在成为推动谷歌云端业务营收按年加速增长的核心引擎。报告数据显示，目前全球有越来越多的企业级客户与新创公司选择谷歌云端作为其运行、部署与微调其客制化大型语言模型的首选云平台。这背后不仅是因为谷歌提供了极具性价比的自主算力支持，更是因为谷歌云端与其大数据分析工具实现了深度的无缝整合。在 YouTube 平台方面，高盛在报告中指出， YouTube 品牌传播大会展示的最新广告格式与创作者工具，正在为数位影音广告树立全新标杆。特别是在联网电视领域， YouTube 已蝉联全球观看时长第一的宝座。通过融入人工智慧技术， YouTube 能为广告主提供精准的跨荧幕广告投放，大幅提升回报率。华瑞认为， YouTube 在联网电视领域的绝对优势，本质上是在加速蚕食传统电视广告的巨大份额。在全球广告预算数位化转型的浪潮中， YouTube 作为最大的影音社群平台，将会成为这笔预算转移的最大受益者。在行动端硬体方面，谷歌在安卓系统秀大会上展现的战略布局，更是其端侧人工智慧的终极壁垒。高盛在报告中指出，安卓最新版本的重点在于将 Gemini 奈米模型深度植入到手机的操作系统底层。
这意味着人工智慧不再是一个得力的应用，而是系统级的智慧代理，能在保护隐私、超低延迟的前提下，实时感知萤幕内容并提供跨应用的协作。华瑞认为，谷歌将轻量化大模型植入全球数十亿设备的底层，实质上是在构建全球最难被攻破的入口级护城河，这使其在与独立模型厂商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一场由谷歌所主导的科技变革，也与全球半导体与硬体供应链的筹码大位移有着极其深刻的因果交织。高盛与野村的持仓报告都清楚显示，亚太主动型基金经理人在经历3月短暂避险后，正在将大笔资金重新部署回台湾与中国香港。华瑞认为，谷歌为了支持其2028年上看6234亿美元营收背后的庞大算力需求，不论是加速自主晶片出货，还是扩建全球数据中心，其底层的高阶半导体代工、先进封装、散热模组与重电系统，唯一的物理制造重镇依然是台湾科技供应链。当全球巨头展开资本支出军备竞赛时，台湾作为硬体制造的不可替代节点，将会持续获得实体订单支持。外资在台湾一边加码一边低配的现状，也为台股提供了极强的防御韧性。当然，再强大的帝国也必须直面市场的考验与不确定性。高盛在报告中也为投资人清晰划定了谷歌未来的风险点，首当其冲的依然是全球反垄断规管政策的重压，特别是美国司法部等监管机构针对其搜寻与广告技术业务的诉讼进展，可能会对其长期营运带来干扰。其次，是在将传统搜寻向智慧代理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在高复杂度的多轮对话中精确维持资讯准确性与用户信任，并有效平衡人工智慧推理解答带来的更高硬体成本，将是考验谷歌营运智慧的核心难题。此外，来自其他生成式平台的竞争与全球宏观经济波动对企业广告预算的压制，也是必须时刻保持防范的系统性利空。华瑞认为，谷歌全面向 Agentic AI 转型，并利用 Gemini 3.5彻底颠覆搜寻经济的历史进程，不仅是搜寻技术的终极演进，更是网际网络商业模式在人工智慧时代的一次伟大涅槃。高盛报告给予的450美元目标价与2028年上看6234亿美元的营收预估，正是这场价值修复与范式跃迁的真实写照。对于投资人而言，这无疑指明了未来长线配置的核心方向。我们必须深刻内化这种从技术底层到商业变现的逻辑，在操作上切忌在情绪高潮时进行不理性的杠杆追高，而应当将核心重心锚定在具备绝对技术垄断、能见度极高的台股半导体与硬体核心供应链中，并搭配防御属性、低本益比的高股息资产。唯有保持冷静、结构化的总经思维，在波动中寻求最确定的营收兑现，我们才能在这场全球科技财富大重组中安然度过每一次流动性与政策风浪，并最终锁定长线的财富增值。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